印度阵风战机对抗中国的歼20隐身战机的关键设备，被换成了塑料模型，印度又被人家算了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法国媒体爆料说，法军的一架阵风战斗机在空中发生了撞鸟事故，位于机头座舱前侧方的前扇区光学系统被鸟撞掉了，结果里面装的什么东西露馅了。阵风战斗机的 FSO 系统，也就是前扇区光学系统的探头被撞掉以后，人们发现探头底下只有白色的发泡塑料，根本就没有线缆和后台设备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号称能够发现歼20的最关键的红外搜索跟踪装置是一个模型，而不是真家伙。根据法军公布的数据， FSO 系统可以实施远程搜索、自动跟踪、精密测距等等。在不打开机载雷达情况下，它对于幻影2000辆大小的战斗机，可以保证在60公里以外截获。那么对于大型客机这类目标来讲，它的截获距离就更远了可以达到100公里以上。这套系统据说呢，可以在40公里以外对战斗机目标实施精密跟踪，可以引导空对空导弹对空中目标呢发动攻击，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有效的反隐身、提高自身电磁隐蔽性的装备。它类似于我们歼20、歼16、歼10等一系列战机上配备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。那么这个系统确实很关键，尤其是在隐蔽接敌和反隐身作战方面，它具有一定的优势。印度空军认为呢，可以用这个装置发现歼20，但是它的阵风战斗机上配备的前扇区光学系统，随着砰的一声撞鸟，算是揭开了法国空军和印度空军当下所面临的窘境。法国空军可能由于没有钱，或者是由于机载设备生产商所研发的东西呢还没有成熟，因此并没有真正的装在阵风战斗机上。那么没有实物怎么办？实物不够，模型凑，这就是法军现在采用的办法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？一个人们估计，他目前搞的这种红外搜索跟踪系统性能还不够好，法国空军或者是法国海军对该装备不满意，因此呢，你要么重搞，要么我根本不要，因为过去的幻影2000战斗机上也没有这个东西，他们也能照常使用，因此呢，可有可无，卖给其他国家的，是吧？你装上去，我们自己不需要，这是一种选项。第二个呢，法国空军或者是法国海军的舰载航空兵，觉得这套装置不成熟，性能呢没有满足要求，因此暂时位置给我留上，你别装，等你什么时候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以后，你再给我装在飞机上。于是呢，这个位置后面就用泡沫堵上了，等着装备来。那么生产商可能也不着急，慢慢磨吧，什么时候磨成了，我从头卖给你，反正时间越长，我的要价越高。这是第二个可能性。那么第三个可能性呢？其实法国阵风战斗机对于法国空军而言，它并没有提出需要装备这种前视的红外装置，但是有一些引进阵风的国家呢，需要有这个东西，因为很多先进战机呢已经都配备了红外搜索跟踪系统，因此法国的大手公司不得不跟进，向相关的生产厂商呢订购类似的装置。由于法国过去没有搞过，因此目前的开发进度比较慢。法国军方呢对此呢也不是非常急迫的需要该装置，
于是呢就把它撂在一边了。但是现在问题来了，你卖给印度空军的，人家可是专门要这个玩意儿的。因为印度空军尽管牛皮穿得很大，但是他们也明白，阵风战斗机虽然在机头配备了有源相讯雷达，但是和中国的歼20、歼16、歼10，甚至枭龙战机相比，它的有源相讯雷达的技术没有什么优势，性能并非那么先进，因此还需要前扇区光纤系统作为它辅助的手段来使用。而如果面对中国的隐身战机的话，前扇区光纤系统可能就变成了主力装备了。但是现在才发现该装置缺失，而且爆料的呢，目前不是印度空军，而是法国空军。法国空军是吧？撞鸟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。那么印度空军买的同样类型的阵风，会不会也存在这样问题呢？我想大概率是如此的。那么这个问题来了，印度人在买飞机的时候肯定要对相关的系统进行验证啊、检测呀。为什么印度也没发现这个问题，而且没提出这个要求呢？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了。可见印度花大钱买飞机，恐怕就是要它这个壳子唬唬人。到底这个性能如何，那还是在其次。当然，如果未来印度空军提出相应的要求，恐怕法国还得把这个设备给它补装上去。最终，这套红外搜索跟踪系统能否配备在印度急需的作战飞机上，恐怕还要看法国人怎么说，印度人怎么做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